太难了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来这个大别墅处理一个水管的问题。在2楼，咱们上去看一看，就在这个大卫生间里，就是花洒的正上方，热水器用了10多年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这个角阀和水管不行了，热水管在拆角阀的时候已经断了，断在里面了。我们首要的目的呢，就是把这个断丝给它取出来，然后装一个新角阀，然后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个角阀可不可以拆下来。看来今天是个肥活呀，要取2个断丝了。业主大哥说慢慢的拧，应该能拆下来。那咱们看一下他之前拆下来这个角阀它的腐蚀情况。它是2处断点，进水口和出水口全部都断了，这是连接波纹管的地方。波纹管这边都拆不下来，那么墙体这一个希望不大。大家估摸一下，能拆下来的概率是多少的？我感觉20%都不到。但是业主都发话了，那咱尽量拆，慢慢的、轻轻的，紧一下、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能拆下来的可能。我的扳手虽然短，但它也不是铝合金的那种，力气是能用得上。感觉还拧不动。换个角度，用上我的吃奶尖，断了。用了这么大力气，本想是把它拧开的，可不是把它想拧断的。同样的管和热水器连接这一端，看很轻松的就拆下来了，丝毫没有问题。这问题还是出在角阀，角阀质量不太好。现在出水口都断了，那么连接进水口的地方0%了，希望是没有了。关于这种合金材质的角阀呢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流通在这个市面上是从哪一年开始的？最开始这一批师傅根本就不懂，真正的安装师傅都不懂这个角阀，是不是铜的？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，从材质上那个时候都是新的，也分辨不出来。近几年呢，这种角阀的问题呢是越来越多，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醒悟，这种材质原来叫合金角阀。问题就是这样的，一拧就断。摸一下这个断丝的深度还好，感觉大概就是不到1公分吧。这样我们在打磨的时候呢，速度比较快，拆的话应该也好拆。用这个锉刀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持刀比较快，很可能呢你不留神的话，它就已经切到内口了，一定要小心。打磨个差不多呢，我们就用这个大钢钉锤子，然后一点点的把这些敲掉。评论区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锉刀是在哪里买的，然后我也找了这个链接，然后挂到了橱窗里面。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。至于这个大钢钉呢，我也是在5金土产里面买这个大号的，然后回来做了一个打磨，比较尖。敲这个的话非常好用。这个大家可以路过土产的时候几毛钱买一个，挺好用的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把这些大块的都敲掉了，就是在那个丝牙里面呢，可能会夹杂着一些残渣，但是你敲的时候又不太好敲，所以说下一步我是不是应该搞一个什么设备了，专门攻丝牙的，攻丝的，那叫什么，那叫丝锥吧，丝锥。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，这个丝锥用多大型号的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，我别买错了，买错的话就把丝给攻坏了。这2个断丝还算是好取的，前2天我搞过一个浴室柜下面的那个角阀，那简直不能提了。拆的时候呢，它大块的敲不下来，只是一点一点的拿那个钢钉挑那个丝牙里面的，给我挑了1个多小时，挑的我是满头大汗，当时的心态都崩了，太难搞了。这2个处理的也算很轻松很干净，丝口一点都没伤。接下来我们做2节波纹管，然后再给它装2个新角阀。按业主的要求，这一次给他买的是某风的，这个角阀也是很好的大品牌。取完断丝安装角阀之前呢，一定要把那个水管冲一下，里面的渣子有很多的。热水管冲的话，我是用花洒这个混合阀，
把下面出水口堵一下，然后把那个后合阀呢打到中间的位置，这样水呢会从冷水管回流到热水管，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。当然方法是有很多的，我这个仅供大家参考。波纹管呢，我们根据现场的情况，要多长给它切多长，做多长。我车上呢平时就拉着这个袋子，这里面就是波纹管这些螺母啦配件。一般干活的时候呢，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，可能会要到一些长管，所以根据现场的情况，我们自己制作，要多长呢就做多长。这样我们做呢，这个管就不浪费啊。有时候长了短了，我们都可以现做。唯一的弊端呢，就是车太小不好拉，没地方放。家里用不了燃气热水器的，或者卫生间空间比较小的，像这种即热式的热水器，买这个大品牌的，这质量杠杠的，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。取这种断丝呢，我个人觉得是个肥活，大家如果没有工具的，一定要把工具备好了。工具只要齐全了，干这个活也不费什么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